这个思路值得一试。你也是认真的吗，石头博士？普罗米修斯或许是短路了，那你总不会是快要蒸发了？当然没有，在崩坏能功率足够的情况下，凭空创造律者原本就存在可能。比如，我就见证过一位以那种形式诞生的律者，尽管他的出现并非人造的结果。而你们更熟知的 Kiana 的经历，也能提供另一个角度的佐证。以那种形式诞生的律者，你指的难道是理智律者瓦尔特·乔伊斯，第一次崩坏的唯一幸存者。当然，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有概率而已。正如第一次崩坏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人造律者原本就是一项谁都做不起的实验。哦，天命的前主教除外。你清楚这一点，还打算赌这微乎其微的概率？我可以提供大幅提升可能性的支持，毕竟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接近崩坏意志了。你们可真是疯了。不过，眼下我们破局乏术，确实也没什么选择。希尔，你……毕竟，如果真的能够顺利催生出律者，我们就能像最初计划的那样，利用它的虚数起点，直接连通外面的世界吧。这样一来，不管是回到本真世界，还是直接找到梭，都能打破僵局。而且新生律者的全能，也有机会变成我们的制胜武器。你们就没想过实验失败或者律者失控的可能性？我说过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崩坏意志的存在。只要梭的规模不超过中烟之茧的1/10，你们就无需担心催生的律者会失去控制。那超过1/10了会怎么样？那样的世界将由宿命主宰，一切都会被命运的丝线控制。在那种情况下，世界炮中的所有事物都将是梭的提线木偶，包括我们自己。行吧，那你们说说，这个新律者谁来当？肯定不是希尔，所以是我吗？不，你们已经承担着高塔贤者的职责，贸然承受新的全能，可能有额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或许还需要贤者的力量，为我们和这个世界争取更多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和薛定谔博士的身体显然不适合承受虚数起点。所以，真正合适的人其实是……你们的意思是，我吗？当然，你多少算是天然圣痕的持有者，论崩坏能抗性不会输给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你还有休格斯和外之剑的力量。没错，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奇罗。你们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呢。也对啊，毕竟我可是希尔他们的前辈，这种时候怎么好躲在大家后面呢？虽然不管是当上女武神也好，现在也好，好像事情总是从阴差阳错开始的。不过回应大家的期望也是偶像的职责吧。你能这么快接受状况真是太好了。那么就由我来总结一下计划吧。接下来我和薛定谔博士会用各自的方法引导汇聚因世界融合而外溢的崩坏能，在局部将其浓度提升到理论值以上，以催生虚数起点。这原本会很困难，但在希尔的支持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确能做到一些平常费时费力才能完成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打算像冲浪一样，利用一下梭对世界规则的扰乱。所以，奇洛，我不建议你再保留任何实力。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会完全解放休格斯的力量，全力以赴。而两位希尔，我希望你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放大高塔贤者的全能，充当计划的稳定器。
具体的做法之后会单独告诉你们。在这期间，你们也可以尝试返回沙铁国度，以便将那里的工会能也向这里引导，加快催生虚数起点的速度。回到沙铁国度，不怕那些黑雾了？既然梭对那个世界炮的掌控已经完成，我想，以他那抠门的习惯，必然不会一直驱动那种黑雾。确实有可能，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试一试。如果我们能轻松回去，那他大概还真是抠门到家了。看来当前的任务已经分配好了，那事不宜迟。等等，你别急，有一个很重要的猜测，我还没有告诉大家。事实上，从米斯特林消散的那一刻起，我就有所察觉了。他在离去的时候，本可以说出某个异常关键的讯息，但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他。梭，是吗？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梭如何出手妨碍他，而在于梭为何能够精准地挑选那个瞬间，异常精确地妨碍他说出最后的几句话。更进一步说，维塔遇袭的时候，希尔过桥的时候，时之律者消失的时候，梭虽然看似抠门，却不知为何每一次出手都能精准地打在我们的痛点上。你的意思是，梭的全能，或许是全知。全知？我们的一举一动，说出口的话语，对他而言，或许都如在耳畔。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越是想直击对方的要害，就越要冒更大的风险。这……我希望从接下来开始，大家不要再将我们的计划诉诸语言，之前的沟通是必要的说明，而从现在起，我建议大家互相只进行最必要、简短的交流，以避免敌人获取更多的信息，除非我们能证明对方并不全知。